大家好，今天咱們來發西蘭花芽苗啊。那前幾期視頻呢，我在跟大家說一定要多吃西蘭花芽苗，因為它對身體非常的好。然後狗狗也可以吃，是屬於超級食物，因為它抗炎、抗癌、抗氧化、抗糖。它反正能扛的它都扛了，所以咱們一定要多吃，因為它裡面的蘿蔔硫素的含量呢，比西蘭花要高出将近100倍啊，所以它对身體是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不是我說的，這是有科學根據的。那我自從發了那前幾期視頻說我現在自己在家發西蘭花芽苗，又便宜又快又新鮮，那就有咱們的觀眾已經買了西蘭花的籽兒，還有朋友留言說我籽兒已經買了，到底應該怎麼發呀？或者說我發了又失敗了，到底應該怎麼弄啊？要不然就是發完了太難吃了，到底應該怎麼吃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出一期視頻，从我們怎麼泡種子到最後這個芽苗長大了以後怎麼去食用它，一個整個的過程來做一個小的分享。發這個芽苗無非就是幾種方式，一個是用這個瀝水盤，另外呢就是用梅森瓶。那我呢一開始是抱着一個能不花錢就不花錢，能用家裡的這些就是現有的工具來發這個芽苗，但是呢我後來發現沒有花錢的不是，因為這個用這個梅森瓶真的是最簡單最方便的。为什麼呢？因為它這個梅森瓶啊，它是最重要的就是這兩個，一個是它的這個蓋子，還有一個就是它的這個網子，所以呢它在使用的過程當中，在瀝水的過程當中就會變得非常的簡單。那我呢也之前也用過像這種本身我自己家裡就有的這種玻璃瓶，然後上面呢加一個紗布套一個皮筋兒也可以，但是呢問題呢就是這個紗布首先你不能太細，因為太細的話呢它往外倒水不好倒，它的種子發芽以後不是有一些根鬚嘛，它有的時候會纏在上面，就操作起來其實是會稍微有那麼一點點麻煩。就如果你不怕麻煩的話，用家裡現有的紗布和這種瓶子也是沒有問題的。那如果呢家裡是本身有一些像這種小杯子小玻璃杯，本身就是有這種梅森瓶，但是没有這種蓋子的話，也可以去另外買帶濾網的這個蓋子，但是一定要看好了這個 size， 因為我之前家裡不是有很多這種杯子嘛，我就想說不要花錢再買這種瓶子了，我就只買蓋子就好。但是我買了2次，size 都不對，所以我又都給退了。那今天呢我們就用這3種方法，一個是用瀝水籃，還有用我們自己的瓶子加紗布的方式，以及用梅森瓶正經的發芽的這個工具來發，看看為什麼我覺得這個梅森瓶加上這個濾網的蓋子是最方便的。第一步呢，我們肯定是要先買種子啊。那種子呢，建議一定要買有機的种子。我都是在亞馬遜買的有機的种子，我會把它放在視頻的下方，鏈接放在下方，大家可以去參考。我也買過就那個 mix 的一個種子，裡邊有不同的種子，然後可以一起發的，那個也很好。我目前買的這幾款種子呢，我覺得發芽率都很高。第二步呢，就是要泡種子啊。那這2瓶裡面是我已經泡了8個小時的種子，我們現在就可以來進行下一步操作。首先呢，就是把這個梅森瓶的這個蓋子網給它蓋上，擰上。那這個普通的瓶子呢，我們就把這個紗布給蓋上。最好給它拉緊一點啊。那現在呢，我們就把這2瓶水給瀝出來。現在這個瓶子裡的水就已經倒出來了，然後給它倒乾淨一點以後呢，我們把這個種子啊均勻的鋪在這個梅森瓶的這個壁上面，盡量不要把它壓堆在一起。那因為它是有水分的嘛，所以它是可以粘在上面的。包了紗布的，我們也把它濾出來。包了紗布的，因為我這個紗布它的這個洞比較小，所以倒起來就比較麻煩，就比較費時，比起剛才那個濾網的就比較費時。把它稍微拍打一下，把剩余的水給它拍打出來，就一定裡邊不要留太多的水哦。然後同樣的辦法，就把它轉啊轉，把它貼在這個壁上面。另外呢，用瀝水籃其實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是要有一個像這個蒸墊布，它的洞要比較大一點，而且它要瀝水布一定要高出它的這個種子，不然你在沖洗的過程當中，因為每天都要沖洗它，冲洗的过程当中，这个种子很容易跑掉。那这个是我已经其实提前
泡了2天，提前发了2天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发芽的种子已经能看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做一个冲洗，每天都要冲洗。就是这样冲洗一下呢，让它沾到水，每天都有湿润的環境让它发芽。然後冲完了以后，等水沥乾了以後呢，我們用手把它鋪平，鋪平成這樣，然後底下放一個接水的盤子。現在瀝好水分布在瓶身上的這些種子，我們就可以來進行下一步操作了。那發這個西蘭花芽苗前2天一定是要避光的。我有嘗試過就是不避光，但是呢它最後長出來它這個苗啊就沒有很漂亮，然後也沒有很健康，所以前2天是一定要避光的。像這個專業我買的這個梅森瓶，它本身就是帶了一個這個遮光布，所以直接用就可以把它套上。這個梅森瓶還帶了一個這樣的角度的架子啊，像這樣有一個傾斜角度的架子，我們可以把它放在一個盤子裡，或者是一個比較淺的這種餐盒裡，然後把我們的瓶子斜放在上面。為什麼要斜放？如果這樣放的話，它是控水了，但是它會不通風。為什麼要放一個比較淺的盤子裡，不能放在一個碗裡或者是那種洗菜盆裡？因為它的高度比較高，也會擋住它的這個通風的效果。如果不通風的話，因為它裡面的蘿蔔硫素含量很高，它就會有一股臭蘿蔔味兒，就會臭掉。那如果你不想要買這個架子或者是另外花錢的話，這個來做例子啊，我們家是有這種狗狗的碗，這個是斜臉的碗呢。我們也可以這樣把它架在上面，也是可以的。你看它這邊是通風的。像這種瓶子我們沒有遮光的布的話，我們可以把它蓋一個抹布，或者是甚至放到我們的櫃子裡面，儲藏櫃裡2天，再拿出來放在散射光的地方，它就可以慢慢的變綠，進行光合作用，它就可以長得很壯很漂亮。那因為現在這個瀝水籃裡的這些種子已經是第3天了嘛，所以我就把它從我的儲藏櫃裡拿出來了。不管是哪種方法，這個種子每天都要沖2遍的水哦，早上起來1次，晚上睡覺前1次。如果您比較勤快的話，中午再沖1次水，那是最好的。因為現在天氣比較熱，為了防止它發霉啊、長毛啊，沖洗的方法和剛才是一樣的，就是把裡邊這個也不用打開哈，就直接往裡灌水，從這些小洞洞裡面、小縫隙裡面往裡灌水，灌完水然後涮一涮，輕輕柔的搖一搖，然後把它水倒乾、瀝乾，然後繼續把它斜放在架子上或者是碗上。我看很多朋友說爛掉啊或者什麼是因為用了自來水，其實我覺得也不一定，因為我一直都是用自來水來沖洗和泡種子。那如果有條件的話，用純淨水也可以。瀝水籃來發這個芽苗的話，它不像梅森瓶，它是一個半密閉的一個空間啊，所以它其實比較容易儲存水分。那這個呢，就要時不時的去觀察它這個布有沒有乾掉，或者是有沒有保持濕潤。我們的這3份芽苗就請我的大同男朋友幫我看着它，祝他們成功，發芽成功。給它蓋一個遮光布在這裡，我們晚上睡覺之前再給他們3位沖洗一下。這個是西蘭花芽苗菜的第2天，昨天晚上睡前我沖過水，然後它已經開始發芽了。今天繼續沖水，至少要沖水2次。和昨天一樣，把水倒掉，然後把種子均勻的粘在這個壁上面。這包着紗布的呢，它就不是特別好倒，因為它這個洞比較細，但是一定要倒乾淨。你看，用這個梅森瓶就直接一下子就倒出來了，就很省時省力。然後讓種子貼在壁上，套上布，下午再來沖水。現在是西蘭花芽苗發苗的第2天，它已經長成這個樣子了。今天白天已經沖了2次水了，然後現在做晚上的最後1次沖水。明天呢就可以不用再罩那個布了。這個也是一樣，都已經長出來很大的苗了，還是很明顯的。這個紗布就不如
這個蓋子好用，這個蓋子就歘，直接一倒就倒出來了，有沒有？那现在它其實已經是很多芽苗都已經長出來嘛，它就 tangle 在一起也沒有關係，這時候就還是這樣把它晾起來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罩那個遮光布。給大家看一下用瀝水盤發的這個呢，上面因為我的這邊比較乾燥，所以呢上面必須要鋪一層廚房紙，不然的話它会乾掉。那我冲的时候呢，就是连这個廚房紙也一起冲，因為它這個廚房紙上面也會沾一些嘛，這樣冲一下它就會把它整個冲下去。瀝水籃裡的這個其實已經開始變綠了，因為它泡子比其他2瓶要早1天，然後所以它掀開那個遮光布也是要早1天的。我為了保持濕潤，還是要蓋一個濕的廚房紙。第3天呢，把這些芽苗啊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也不一定非要這麼強的光，只要有散射光的地方，它就會慢慢的變綠。今天是芽苗菜的第3天的晚上，看它今天曬了1天的散射光，它的顏色已經變得很綠了。那我們今天做最後一次的換水，這個要把它拍一下哦，因為它有一些須根的須它會粘在這個紗布上面。稍微的涮一下就可以。然後如果在生長的過程當中呢，会看到一些類似長毛的東西，它不是長毛，它只是這個根須它出來的一些很微小的小須，所以是沒有關係的，只要它這個根須看起來是白白壯壯的就沒有問題。用漏網發的這一批呢，我們也給它沖一下水，因為我每天沖3次水嘛，所以它底下這塊布算保持濕潤保持的比較好。今天我也已經把那個廚房紙給揭開了。今天的最後一次沖水就沖完了，我們繼續把它們放在餐桌上。大家好，今天是第4天，我剛做完最後一次的沖水，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已經長得非常的強壯了。這個西蘭花芽苗滿滿的2大瓶，連瀝水盤裡的也都長得非常的壯，非常的長了。明天是第5天，我們就可以吃了。嗨，大家，今天是发西蘭花芽苗的第5天啊。那這2瓶是第5天，這個瀝水籃裡的是第6天。我們在发西蘭花芽苗的時候，一定要確保在第5到第7天把它吃掉，因為這段時間呢是蘿蔔硫素含量最高的時候。所以我們今天呢就要採收，看看滿滿的2大瓶，這個上面還沾了一點，然後我們把它拿出來，放到一個瀝水盆裡，有一個這樣的洞洞的洗菜盆裡。我覺得這時候是最治癒的時候，就從一小撮種子一下子種到這麼多，這麼一大坨芽苗，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啊。然後把這個包着紗布的這個也拿出來，先把紗布上面的這幾個把它扒下來，不要浪費，倒出来，再往外拿，超級有成就感。这個瀝水籃裡的我們也把它拿出來，也把它扒下來。所以說這3種方法其實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完成的。只不過瀝水籃的這個方法呢，前期要保持它濕潤，上面最好蓋一個廚房紙。等它這個小苗長壯了以後呢，就可以就是勤看着點它這個下面這個墊布啊，讓它保持濕潤就可以了。操作起來梅森瓶是最簡單的，但是呢，家裡如果有這種現成的瓶子，我這個是之前買酒釀的瓶子，也可以直接用，蓋個紗布也可以直接用。好，我們現在來給這2個瓶子沖一下水，因為這裡邊還有一些遺留的芽苗。這2個瓶子涮乾淨以後，我們就可以繼續泡下一次的種子了。那我一般呢，就是這1個瓶子就泡1個 tablespoon 的種子。tablespoon 就是大約15克的種子，把它舀一個平勺，然後倒進來，再舀一個平勺倒進來，就這個量就是剛剛好，剛才
滿滿一罐的量，就是15克左右，大約1個 tablespoon。现在这些种子就可以把它灌上水泡8個小時，然後明天呢，我們就可以繼續重複昨天、前天、大前天的那個發苗的過程，然後5天以後就又有新的芽苗可以吃了。接下來我們來演示一下怎麼洗這個芽苗啊。那我們先把它輕輕的分開掰開，其實它很乾淨，我們要洗的主要就是把種子的殼給洗掉，也不需要洗得過於乾淨，其實它這個殼吃了對身體也沒有任何的影響，因為它很小，所以也不會影響太多的口感。這一步呢，清洗這個殼是稍微比較麻煩，需要一點耐心的。但是看到這麼一大盆的芽苗，真的很有成就感啊！因為在 Whole Food， 像我們這邊的一個有機超市 Whole Food， 賣2盎司大約60克就要4.99美元。那我這不止1磅吧，成本其實只需要可能2-3塊美金而已。那水上來以後呢，它前面的這些殼其實就浮在上面了，就比較好，比較容易去清理它。再冲一下，其實就差不多了。其實清洗這個主要就是分2步，一個是浸泡，讓它那個種子皮浮在上面，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瀝水，把它這些剩下的這些殼順着這些洞給它沖下去。其實現在這樣呢就已經可以了，但是呢，因為要入口，我們就用純淨水再把它沖洗一遍。你看咱們發的這個西蘭花芽苗其實很壯實，每一根它都是白白壯壯的，所以你清洗的時候也不用太過小心，它非常的強壯。看我們5天時間收穫了這麼一大盤的西蘭花芽苗，那我們應該怎麼吃呢？我非常的喜歡吃這個，因為它有一股很重的蘿蔔的味道，因為我很喜歡生吃蘿蔔，所以這個味道對我來說就是非常好吃，但是它又不辣口，所以我們平時吃的時候呢，基本上就直接吃，因為它很細很小，就當一個小菜來吃。當然，如果您覺得淡的話，也可以淋點醬油啊，或者是用這種日式的芝麻醬淋一圈也非常好吃。那這西蘭花芽苗非常的萬能啊，它還可以拌飯拌面。那天富貴煮了個維力炸醬面，然後往裡拌了點這個也非常好吃。像今天我們要做韓式拌飯，我也會抓一小把進去，也是一個非常提味的這麼一個佐菜啊。這個西蘭花芽苗最好就是生吃啊，它才能把這個營養最大化。那每天每人其實只要吃30克就可以了，就能做到非常好的一個抗癌、抗氧化、抗炎的效果。那我发了這麼多，到底應該怎麼保存呢？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我每次呢都會按頓，按每個人的這個量，每一頓的量，每一天的量來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剩下就放在冷藏。然後如果還是吃不完的話，也不要擔心，可以丟去冷凍。據說這個西蘭花芽苗冷凍過後會更好的激發它的這個蘿蔔硫素的釋放，所以試試吧。我會把我買的這些非常好的有機的種子的鏈接放在視頻下方，以及我之前買的那個 mix 的那個芽苗的種子的鏈接，我也發過，也非常好吃，都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做參考。在家自己發這個西蘭花芽苗真的是又便宜又簡單又有趣味又新鮮又快捷，對身體還好，去試試吧。今天視頻就到這兒了。